废话，7小时都没审出个子丑寅卯来，你让我去？你不是一直嚷嚷说你比7小时牛吗？来一个，我瞅瞅。还有多少时间？半个小时吧，撑死了。 15分钟，我要是撬不开这孙子嘴，算我20年预审白干了。潘师傅让我出来的。哼，怎么还换人了呢？警察大哥，我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都说了，你们还想知道什么呀？没事儿，咱慢慢聊。您可甭跟我来这套，耗着我。您就是耗我1天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刀从哪里买的？什么刀？我问你，刀是从超市买的，还从家里带去的？为什么要带刀？带什么刀？我没带刀。 9月25号，你和穆鹏、吴寒冰，还有一个外号叫耗子的，在东风宾馆9933房间聚众吸毒，是不是？期间，警方突击检查，你跟耗子从3楼跳窗逃跑。平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员夏春生、警号011217在楼下对你2人进行阻截，并亮明了警察身份。你不听警告，继续逃跑。夏春生追击，将你堵截在福鼎胡同。你负隅顽抗，用弹簧刀捅进了夏春生腹部，造成了夏春生同志死亡，是不是？ 站住！什么？那个警察死了？杀警察？你胆量够大的！不是我杀的，不是你杀的，我们怎么会把你请到这儿呢？那50万是你杀人的报酬吧？不是，真不是。我们都掌握了所有证据，你还不承认？潘师傅，别跟他废话了，隔壁耗子全都招了，就是他干的。小李，你哪来这么多话呀？不是我，你不能冤枉我，是耗子杀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杀的。现在人证物证我们俱在，你还想抵赖？你赖得掉吗？ 邱元强，你是个老油条，我就不指望能从你嘴里撬出点什么东西来。不过我得告诉你，杀人，特别是杀警察，你知道是什么罪过吗？牺牲的那个是我们领导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耗子胡说八道。 那警察没追我，他追的是耗子。耗子身上还带着1公斤的货呢，他背在这就完了。1公斤什么？行，我说，我都说。 谁呀9933的外卖。来了！警察！不要！小李，站住！不是！警察，站住！
田队，人呢？什么人？不然你看那人呢？跑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，夏师傅说替我盯着来。夏师傅，守到那边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猴子，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老夏，没事吧？哎，追！老夏，老夏，叫救护车！老夏，老夏！怎么样？临时接到一个举报，老夏非要跟着去。老夏说，他想站好最后一班岗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老夏，老天，你怎么回事？老天啊，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很凶啊？是吧？怎么回事？你别动我，你为什么没事？徐叔，没有别人了吗？怎么回事你啊？你们怎么回事？啊！人都死了，救了我！你们真的没事啊？你们怎么回事啊？谁知道？你说这是要害死我混蛋！人到了。静怡从美国打来的电话，你们通知家属了？没有啊。喂，静怡。崔叔叔，你见到我爸了吗？昨天我跟他拌了几句嘴，他今天就不接我电话了。我现在正在给他订机票呢。好，我帮你找找他。早晚得给孩子说呀。
哎，花儿，老崔，今天晚上7点老夏约的局，你别忘了啊，一定要来。但是老夏不是已经……我知道，老夏在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，说如果你不来的话，就让我每隔5分钟给你打1次电话，直到你来为止。你也知道，老夏为什么约这个局？他为了你们哥3个，算是操碎心了。你就当是了却了他一个心愿吧。一定要来啊！哎，看着点，嘿，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？喝多了吧你？你说谁喝多了？发酒疯啊？你说，哎，想打架是吧？等着！没事吧？你看看你现在，你都成什么样子了？你还大棍子呢？你整个一烧火棍。你这人仗义，把二东子，还有你那些点子们，都当成哥们儿。二东子的死，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打击。可你心里这道坎儿你得过呀，20年前没过，现在必须得过。要不然等你退休，你会后悔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崔师傅在胡同里被帮青皮给围了。花儿，你搂着点。哎，跟着哥，哎，出多大事啊？有什么好商量，好不好？千万别动手，别动手！从哪儿钻出来几个老东西？兄弟，你这哥们儿喝醉了，自个儿摔倒的，误会。你再说一个，我亲眼看见你动手打人。哎，我说，这么着吧，你呢，把我哥们儿打吐，你就过去把他吐的吃了，我们小爷就饶了你，怎么样？哪儿来的小痞子呀？连给脸不要脸！小娘们还你们谁的姘头啊？啊？说什么呢？这么着吧，让这小娘们陪着哥几个，这算好完了，是不是哥几个？我也是，我。嘿！哎呀！让你说。我锤！大棍子，小心！你是大棍子，这几个老家是雷子，撤！今儿看我面子上啊，饶了你们！饶我算个屁呀！有种别跑！得了，你还来劲了！啊！别跑！你们仨没事吧？怎么了？这是给打傻了？嫌疑人背景大家都知道啊，小心点。哎，有发现？有发现！哎，先别动，还是小心点。救了我的命，那他差点要了所有人命。请进。大崔，有事儿啊？我申请参与调查老夏的案子。我就猜着了，你得有这么一出。你们仨干扰专案组开会。对，不光是我，还有徐国柱、潘江海，我们仨申请加入专案组。老徐在派出所当巡警吧？
潘江海在运审支队，我听说长期跑病假，作风散漫。你在警保处管后勤，你们仨多久没在一线办过案了？你是信不过我们？说实话，还真是。都1个星期了，案子一点进展都没有。我们仨好歹在一线干过20-30年，兴许能帮上忙。我是专案组组长，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了？大崔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你们对老夏感情很深，我对老夏也很有感情。我们当年一起搭档办过案，也是我最亲密的战友。别扯那些没用的了，你批不批吧？怎么？你命令我？老郭，你跟我打官腔这就没劲了，咱俩谁也不知道谁呀？你就当是给我帮个忙，我一辈子念你好。你们仨现在在不同的岗位，抽调过来没有先例。特事特办吗？你怎么这么教条呢？你是局长，又是专案组组长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？你们仨的岁数加起来都快超过150了。老田是专案组副组长，主要负责日常办案。你们随便打个资历都比他老，让你们进专案组，到时候听谁的？老田还怎么带队？你放心，我们只是从旁协助配合老田。你们能做到？别人我信，你们仨我可不信。老郭呀，老郭，我可算知道你为什么能一路做到局长这个位子上。你说我怎么做到的？你是走仕途的，你讲资历，讲规矩；我是办案子的，我讲的是能力。你是管后勤的，把后勤工作搞好才是你的本职工作。办案子，跟你已经没关系了。行，老郭，这身警服我不穿了，行吧？我就算当个热心市民，朝阳群众，我也一定要亲手把这个凶手绳之于法。不跟你废话。站住！就算是临时调动，也得打个报告吧。先说好，你们仨一切行动听指挥。这可是你答应的。出了什么问题，我找你算账。那当然。这不是修理机的军师傅吗？听说调到925专案组了。那2个人是谁？三叉戟又重出江湖了。背头这事儿干得漂亮。老田，开门！我说老三妹，咱能不折腾了吗？你们仨抽调到专案组，我怎么没接到通知啊？这不是来通知你来了吗？
也好，我们正缺人手呢。你们一来，要不就……哎，别乱翻呀！我这刚整理好。怎么说话呢？客气点，小李，这3位都是我的前辈。那也不能这样啊！崔师傅，既然这调令上说了你们是来协助专案组的工作，是吧？那正好，我们现在在嫌疑人有可能出现的活动范围进行排查，要不你们下去帮忙？这就是犯罪嫌疑人？他同伙的供述画像是画出来的。这是什么？放一下。停。放大。崔师傅，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你甭管我是从哪儿弄来的，这个协查通报得重新发了。听听挺乖的是吧？都睡了。好。哦，我还在加班呢，你先睡，甭等我。放心吧，我带着药呢。哎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低血糖，咱这岁数了，谁没个小毛小病的呀？怎么样，有收获吗？早跑了。派出所排查到的只是嫌疑人半年前租的房子，出了事儿谁还在那儿等着？等着警察上门啊？净做这无用功。老田他们呢？我让他们回去了，我过来看看，用不用我帮忙？这仨一看就是老油子，纵使他著名的预审齐孝时也是没辙呀。崔师傅，潘师傅，徐师傅，还忙着呢。你管啊？我给3位师傅买了点夜宵。谢谢啊，还真有点饿了。嘿，孩子，你记住了，以后别买咖啡，喝不惯这玩意儿。泡点高沫比什么都强。什么是高沫呀？就是花茶，沏得艳一点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别放辣，我有痔疮，我不能吃辣。我不知道，那我重新给您换一份吧，师傅。行了，别刁难人孩子了。小吕是吧？哎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3位师傅再见。这孩子不错，挺有眼力劲儿的。你们对人客气点啊。那我吃什么？要不然你吃我这份，我这份也是辣的。哎呀，我想起咱们以前熬夜办案子的日子了。一般这时候啊，都是老夏拎一大兜子，夏天啤酒烤串，冬天烤白薯蒸玉米。哎，你们还记得老夏一进屋怎么嚷嚷的吗？哥儿几个，加点缸嘞！真快，一转眼20多年了，老夏都没了。坤子，你那儿有什么新发现？这几个没串供吧？当场抓到，当场就带回来的。那个姓邱的是过了2天才抓到的，应该不会串供。仨人说的是一模一样啊。
一口咬定局那儿溜冰，是这个姓邱的组的局。等兵卫的当口，警察就冲进来了，要么就是真的，要么那就是串供。姓邱的也是这么说的？对呀，一进来就撂了，这么痛快？刘兵，那点量你们不都抄走了吗？充其量也就10到15天，罚款2000块钱呗。一般这种事儿就是谁跑了就赖谁头上。这个邱远强挺仗义哈，你看他像那仗义的人吗？你是说，他们事先就串好了？棍子，明天一大早，你去趟银行查一下这个邱远强的账户。喷子啊，就这个邱远强，我觉得得重审。喷子，一会儿你可得抓点紧。提认邱元强这个事儿，我没跟老田说，他下去排查了，中午前回来，咱们可能只有1个小时。啊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告诉田队的。那个，北头，我说审邱远强，你上吧，我不太合适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跟节上给我掉链子？你就是干预审的，你不审谁审？嗨，这之前不是7小时审过一道了吗？我再上，这不是啪啪的打老七的脸吗？我说你这肚子哪来那么多弯弯绕啊？你放心，没人知道这事儿。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你不是都打算辞职下海了吗？你还怕什么呢？这不是还没走吗？毕竟老齐他是预审支队的副支队长，我的顶头上司呀，这面得给，立身处世，人情世故嘛。那个，北头，你就当是帮我一忙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去审，我给你当后援。来，这是那耳麦，你拿着。我告诉你，这种孙子好审。你呢，先跟他套近乎，然后呢，让他放松，趁他松懈的时候，再拿实锤炸他。等他要烟抽要水喝，一切就 OK 了。哎呦，北头，您就受累，谢谢您啊。警官，我上次不都是交代的很清楚了吗？还有什么要问的呀？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，现在向你补充询问相关情况，你要如实回答。姓名？上回说了。我问你什么，你回答什么。姓名？邱远强。性别？女的。你少跟我这儿耍混蛋，我警告你，否则没你好果子吃。警官，有什么你们就直接问吧。我不都说了吗？我们不就是在一块玩玩吗？玩什么？上回说了。哈，非得让我再说一遍是吧？行，我们在一块溜冰来着，东西也被你们抄走了，那点量，也就拘留个10到15天，罚款2000块钱吧。怎么都惊动你们市局了？呵。还挺懂法嘛！我告诉你，聚众吸毒，情节严重者，最高可判3年。吓唬我！北头，你说这个干嘛呀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先跟他套近乎，别吓唬他。怎么背头进去审了呀？啊，查到什么了？案发当天，这小子账上多了50万。北头，改变策略。你现在直接问他耗子的事儿。这小子账上多了50万，被抓那俩小子给他会的，就在他们被抓前10分钟。事情绝不像他说的这么简单。跑了的那个叫什么名字？我就知道他叫耗子，全名不知道。名儿都不知道，怎么凑一块儿？网友，这是他网名。
我们在网上认识的。你不刚才说那是他外号吗？怎么又成网名了？这网名不就是外号吗？难不成他姓浩名字？你少跟我在这儿演戏！你账上那50万怎么回事？就在我们抓你的前10分钟，你的银行账户汇入了50万。大哥，别这个时候说呀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！不掐着他7寸了吗？小子都蔫了。这招啊，对付一般犯罪嫌疑人管用，对这个老油条啊，那得诱他。这下坏事了。好，我交代，我全都交代。说吧，都说出来。我们啊，在一块赌博的，1分1万的。哎，我手气特别好，有一把来了4个炸弹，那钱呢是我赢来的。还不老实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，警官。我们这顶多算是聚众赌博吧。邱元强，你以为你特能耐是吧？你知道这是什么案子吗？你知道耗子犯的什么事儿吗？他犯什么事儿了？我跟他可不熟。别透底，别透底，4个2都拆了，王炸千万不能出啊！嘿，你说这大背头也太笨了吧？这是警保处呆傻了吧他？哎呀！哎，背头，你干嘛你？大喷子，你知道我为了这次提审邱元强费了多大的劲吗？还有半个小时，老田就回来了。他要是知道我冒充他的名义在这儿提审邱元强，告到郭局那儿去，咱们仨都得滚出专案组。这个案子咱们仨要是破不了，老夏在地底下能闭眼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瞻前顾后？你怕得罪这个，怕得罪那个，你就不怕得罪我们俩吗？你就不怕得罪躺在地底下的老夏吗？我说怎么背头进去时你跟这儿坐着呀？喷子，你太鸡贼了吧你！这事儿要是黄了，我跟你没完我。怎么都冲我来呀？这谁能想到这么简单的事儿你都搞不定啊？废话，7小时都没审出个子丑寅卯来，你让我去？你不是一直嚷嚷说你比7小时牛吗？来一个，我瞅瞅。还有多少时间？半个小时吧，撑死了。15分钟，我要是撬不开这孙子嘴，算我20年预审白干了。潘师傅让我出来的。哼，怎么还换人了呢？警察大哥，我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都说了，你们还想知道什么呀？没事儿，咱慢慢聊。您可甭跟我来这套，耗着我。您就是耗我1天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刀从哪里买的？什么刀？我问你，刀是从超市买的，还从家里带去的？为什么要带刀？带什么刀？我没带刀。 9月25号，你和穆鹏、吴寒冰，还有一个外号叫耗子的，在东风宾馆9933房间聚众吸毒，是不是？期间，警方突击检查，你跟耗子从3楼跳窗逃跑，
平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员夏春生，警号011217，在楼下对你2人进行阻截，并亮明了警察身份。你不听警告，继续逃跑。夏春生追击，将你堵截在福鼎胡同。你负隅顽抗，用弹簧刀捅进了夏春生腹部，造成了夏春生同志死亡，是不是？站住！什么？那个警察死了？杀警察？你胆量够大的！不是我杀的，不是你杀的，我们怎么会把你请到这儿呢？那50万是你杀人的报酬吧？不是，真不是。我们都掌握了所有证据，你还不承认？潘师傅，别跟他废话了，隔壁耗子全都招了，就是他干的。小李，你哪来这么多话呀？不是我，你不能冤枉我，是耗子杀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杀的。现在人证物证我们俱在，你还想抵赖？你赖得掉吗？邱元强，你是个老油条，我就不指望能从你嘴里撬出点什么东西来。不过我得告诉你，杀人，特别是杀警察，你知道是什么罪过吗？牺牲的那个是我们领导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耗子胡说八道，那警察没追我，他追的是耗子。耗子身上还带着1公斤的货呢，他背在这就完了。1公斤什么？行，我说，我都说，这个活不是我接的，我只是一个拼缝的。耗子答应给我2张，您知道，这种交易一个人干不成。哪种交易啊？大哥，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您就别装糊涂了。您还没我叫什么名字呢吧？你叫什么自己不知道吗？我看你都不是个男的吧？我告诉你小子，我们现在办案子那是重证据轻口供，你要说就给我说人话，要不然彻底闭嘴。大哥，能给我支烟抽吗？这孙子早干嘛去了？我们去东风宾馆是去交易，耗子身上带了1公斤冰毒，木鹏验了货，按照原本的约定，钱是打在我的账上。这时候突然警察就冲了进来，我看耗子从3楼直接跳下去了，我一害怕，我也就跟着一块儿跳下去了。后边那个警察就开始追我俩，我们跑到分岔路口，就分头跑了。当时耗子脚崴了，他跑得慢，那个警察就追耗子去了。后边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警察突然冲进来的时候，耗子抄起那1公斤冰毒就揣怀里了。他要是被逮着，那1公斤冰毒就够被枪毙的。一定是耗子狗急跳墙杀的警察，真不是我。我是被冤枉的呀！你就借我10个胆，我也不敢杀警察呀。耗子叫什么？他全名叫贾国勇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是在虎哥的一个酒局上认识的。什么虎哥毛哥的？说全名。董虎，原来是南城一带的大哥。这个董虎参与贩毒了吗？这事跟他没关系，听说他改邪归正了。从那次认识以后，我跟耗子都是单线联系。董虎跟耗子熟吗？应该挺熟的。董虎啊，跟我玩猫腻。
威，唬人吧？你自个儿进去吧。怎么个意思啊？董虎对我有看法，我去了，怕他反而不配合。我一个上去更没戏，我跟他不熟，好歹你跟他有交情。怎么着？你想学大喷子、掉链子、扯凳子、甩袖子？那要打起来，别怪我。嘿，谁呀啊？敢在这儿闹事儿？出这儿干嘛呢？干活去，没你们事儿。不是哥，咱别激动啊，有话咱好好说啊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东虎，我们来请你协助调查，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翻什么旧账啊？挖什么臭屁呀？关键是二东子这事儿对我教育太深刻了。可巧了，你看又是你们二位一块儿来找我，一个是坑了二东子的，一个是毙了二东子。你再说一句，得嘞，我惹不起二位行吗？你们说那什么耗子，我真不认识。可是邱远强说了，他俩就是在你组的局上认识的。那我组的局也多了，那朋友带朋友的，来的人我也不全认识啊。你上回还说你不认识邱远强呢。董虎，我警告你啊！哎，别动不动就警告的，我又不是犯罪嫌疑人。是这样，徐警官、崔警官，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个什么耗子，对于你们来说非常重要。我如果知道他在哪儿，我不告诉你们，那我是包庇罪。但是请二位放心，我董虎一向是遵纪守法，绝不违法犯罪，所以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至于其他信息，我有义务必须知道吗？我有权利忘了吧？去他个大脚趾头的！这老小子肯定认识耗子。你今天吃药了吗？忘了。你说，是因为你这个暴脾气导致的高血压呢，还是因为你这个高血压导致的暴脾气？你第一天认识我，我20多岁就这样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我觉得还得从他这儿打开缺口。这老小子没跟咱们说实话。不行，就让大喷子过来试试。花儿，来了啊，吃饭了吗？也不看看谁找我，饭局没散呢，我就来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我就不能关心关心你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堂姑啊。哎，打住啊，咱能不提这茬吗？别有事儿没事儿的就拿那什么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关系，啊，寒碜我呢是吧？行了，有事儿说事儿吧，我知道你，没事儿肯定不会搭理我。行，那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。我要跟你打听个人。谁呀？耗子。大棍子。大棍子让你打听的是吧？哎，你说这老小子怎么越活越抽抽啊？啊，合着自己没能耐，把你抬出来了。哎，你说他是个站着撒尿老爷们儿吗？没劲，真没劲。是我让花儿帮忙的。哟，大背头，哎呦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点没变啊，活得还是那么卑鄙啊。学会利用女人了，还是自己亲哥们利用女人？什么啊利用不利用？我眼里只有案子。我和大棍子的面子你可以不给，花儿的面子你也不给。
老虎，你知道我戒酒多长时间了？今儿我破戒了。花儿，你别管，老夏也是我朋友，耗子把老夏杀了，这忙我必须帮。哎，花儿，悠着点，嘿，嘿，花儿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不跟警察过事儿，那是我自己定的规矩。跟我说规矩，跟我说规矩哈！行了，别喝了，我服你行了吧？今儿也就是你了，行了吧？你们聊。行，今儿这事儿哈，咱话得说了头了。天知地知，你知，我知。放心，我们也是这规矩。耗子真名叫贾国勇，以前呢，跟我手底下的沈荣是狱友。出来之后呢，沈荣就把他带到我这儿，想让他跟着我干。后来我发现这小子玩毒，我就没再搭理他。你也知道，玩毒的那瘾一上来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我呢，也不愿意招事儿。后来我想弄点药吃，沈荣就说这可以找耗子。什么药？你想多了，不是毒品。那方面药？哪方面？咱这岁数，有时候啊不大得劲儿，你懂。那为什么要找耗子呢？沈荣说，耗子有个相好的，是开这个成人用品店的，什么药都有。耗子那个相好叫什么？那个店开在哪儿？真名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，反正大家都叫他霞姐。店子离这儿也不远，就在新华路上。霞姐，耗子相好，你这消息从哪儿打听来的？靠谱吗？许你有线人，我就不能有？少扯！这干金针的，你哪来的点子呀？再说了，你在警保处都待5年了。嘿，大棍子，你瞧不起人是吧？可就算真是耗子的相好，万一俩人早掰了，这也不是白搭吗？那你有更好的方案吗？这老田一早上给我打7、8个电话，我都没接。先别跟他说，免得多事。大喷子，你去探探底，别整岔了。干嘛让我去啊？咱们仨就你看着身子虚。大哥，想买点什么？随便看看。虚。哟，你怎么就看出我虚呢？来，试试这个，店里刚到的新货。哦，纯进口的。多少钱呢？原价100，看大哥第一次来，给你打个88折，88块怎么样？60，你给我个名片，用得好，常来你这儿买。 70，不能再低了啊！你不能让我赔钱吧？那就70。于美霞，喂，我加班呢。你一个搞后勤的，怎么还成天加班？是不是又上哪儿喝酒侃大山去了？
最近领导来检查，比较忙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准备跟上。几点了？怎么才关门啊？这种店都是越到夜里，生意越好。棍子，棍子，棍子！哎呀，这老夏买宵夜没回来呢。老夏回不来了。这是他家吧？耗子会不会跟他住一块儿的？别打草惊蛇。今天天也不早了，咱们分一下工。明天一大早，棍子，你到派出所居委会去一趟，打听一下这个霞姐家还有没有别的人。喷子，明天你等我电话来接我的班，今天夜里我守夜。行了吧你？刚才张华给你来电话，我可都听见了。你要是再不回去，那非得跪搓衣板不可。我守着，你们俩撤。等会儿，后面那辆白车跟咱们一路了，这会儿停了半天也没人下来。棍子，带家伙了没有？大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田队怕老三位累着，让我过来跟你们换个班。老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也不看看对家是谁，就想截胡，没门儿！是我让老田找人跟你们换班的。怎么？有意见？伯爵，那派人跟踪我们也是你的意思啊？专案组忙都忙不过来，吃饱了撑着跟踪你。找技术科一定位不就知道了？查我们的定位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那得问问你们自己啊。大崔，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？啊？你们现在是专案组成员，归田队领导，一天不见人影，也不汇报，我让田队查查你们怎么了。另外还有，你们不打报告，私自提审邱远强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正好都在，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，好好说道说道。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刚才不是挺横的吗？我就知道会是这种情况。无组织无纪律，倚老卖老。现在是破案要紧，等把案子破了，该怎么处罚、怎么检讨都行。那就晚了。现在从上到下三令五申，强调警察队伍严明纪律的思想自觉。你们给后辈、跟年轻干警们树立的是什么榜样？算了，我今天也不处罚你们。你们三位都是老同志，传出去也不好听，你们脸上也挂不住。但是，这个案子，你们不要参与了。从明天开始，离开专案组，回到原岗位。别介，老郭，这不现在眼看着有点眉目了，你不能让我们半途而废呀！怎么就半途而废了？不是还有专案组吗？那个成人用品店老板是什么人？跟耗子什么关系？你们线索哪来的？一会儿好好汇报一下。我们费了半天劲，凭什么让他们捡现成的？你这什么话？就是，棍子，你太没有觉悟了你！
那个郭局，我觉得您这话说的非常对。我们这次呢，确实是疏忽了，违反了纪律。我深刻的反省了一下，主要是我们仨离开一线的时间太长了，一直延续着以前自由散漫的作风。郭局，您的这个警钟敲得非常及时，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自身的问题。您看能不能这样啊？处罚检讨不能免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但这案子呢，让我们仨继续参与，有始有终，戴罪立功。小白，你少跟我这儿和稀泥，我还不知道你这张嘴，我不吃你这套。这怎么是和稀泥呢？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功过分明，赏罚分清，您说是不是？就因为我们仨犯了点小错误，就把我们踢出专案组了，这不是典型的眉毛胡子一把抓吗？这事要传出去，多影响您公正严明的领导形象啊！我看这个局长你来干得了。您这怎么急了还？让你们加入专案组，已经是破例了，蹬鼻子上脸了还？我不跟你们废话。一会儿跟田队交接一下工作。3天，再给我们3天时间。我们要抓不住耗子，我们仨就滚出专案组，在大会上，在全局大会上做检讨，接受处罚。挺有把握。说实话，没太大把握。但这个案子你要不让我查，我一辈子都不甘心。这个案子事关老夏，你不让我们查了，我们怎么面对死去的老夏？我们3叉戟办案子从来没有失过手，这次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上一线办案了。老郭，你别做得太绝了。怎么？威胁我？不是，恳求领导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田队，什么意见？我没意见，老3位办案能力没得说，这么快就锁定了耗子的相好，对吧？不就是3天吗？我相信一定能够破案。下一步，我全力配合3位的侦破工作。别，我们配合你。行了，别来这虚头巴脑的了。既然田队没意见，那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3天，你说的。行了，老3位，给你们争取了3天的时间啊！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老田，别以为我们会谢谢你，谁在老郭面前扎的针，谁明白。哎，你瞧，我这好人还当错了。老田，你傻呀！这案子要是破了，功劳不照样在你头上吗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鱼什么？时间紧迫，别再说这些了。老田，你派2个同志跟我们换班啊，我没意见啊。另外呢，你给我们1人配一个手台，这样沟通起情况来比较方便，好吗？另外，再申请1把枪，以防万一。再有什么，等我想起来再跟你说哦。哎，另外，再给我们拨1台车，不能一直用老潘的私家车啊。就这样。我倒没事儿，记住给我把邮费报了啊。
目的，穿过黑暗，守一个黎明，总有人先离去。没什么值得可惜，无散不言戏，给善良一个结局，给自己一个使命。昨天几点回来的？10点、11点。编，再编。昨天你回来已经1点半了，你老实交代，这些天你在忙什么呢？哎，当初让你去后勤，不就是希望你能够早点下班回家吗？现在倒好，比在金针还忙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领导检查我要加班。我就纳了闷了，哎，在后勤有什么班可加？我跟你说了，迟到了。昨天金一来电话啊，问老夏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快了，快了。刚发的3份快递全是裤裆子里的玩意儿，一点有用的都没有。他家里住着一个退休的老爹，小区监控我也看了，根本就没见着耗子的影。我感觉这女的跟耗子没啥关系了。棍子，给你个好东西，你肯定用得着，170。什么呀？能叫老树发新芽，能叫枯树开新花。去你个大脚趾头！大背头，今儿可第3天了。对呀，早知道咱就说5天了。这女的要跟耗子没联系，有多少天都没用。没错，不怕没线索，就怕线索错。要让老田先把人逮了，咱仨脸往哪搁呀？哎，你们俩说相声，一人一句，是着急嘛？开饭了，师傅们。才来啊！哎，有一路红灯。那你不会早点出发呀？我不吃辣椒，饭都不会买。拿错了，师傅，这是您的。咱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？有点油啊，师傅。纸都没有的啊，有。有饭吃就不错了。你没听见局里上下怎么议论咱仨的吗？廉颇老矣，就剩下吃饭了。小李是不是啊？啊，我没听人这么说过呀。嘿，这孩子。大背头，守株待兔可不是办法。过了今儿，明儿咱们仨就得从专案组滚蛋了。嗯，你说的没错。看来得打打草，惊惊蛇。你们吃着，我去会会这个霞姐。哦，霞姐，这是你的店呀？怎么了？不认识了？我，老王，上回虎哥组局跟耗子咱们一块喝酒来着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老王。我还跟耗子说呢，上回我说搞点好药，怎么样？生意还好吗？还行吧。那你看看想要点什么，我给你打个折。就上回，耗子说的那种药还有吗？哪种啊？就那种，吃完以后特给劲那种，叫什么来着？啊，知道了。嗯。哎，你看看，是不是这个？哎，就是这个，豪门礼炮嘛。耗子最近干嘛呢？怎么都见不着他人呢？他去外地办点事儿。去外地？
手机也打不通。过2天就回来了，等他回来，我让他去找你。哎，这药就送你了。那怎么好意思？没事儿，都是耗子的哥们儿，别客气。不是弟妹，你老实说，浩最近是不是犯事儿了？没有啊。前2天警察都找我了，问了好多耗子的事儿。你让耗子小心点儿，我知道他是玩这个的。警察都问什么了？就是问说，这个耗子家在哪儿住，我跟他怎么认识的，在平安市，还有什么亲戚朋友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没多说，啊，我没多说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有事儿找我。惊着没有？惊是肯定惊着了，能不能收网就看今天了。可以确定的是，霞姐跟这个耗子还有联系。关门挺早啊，有戏。他那2兜子里装的什么东西？粮油日用品，男士内裤。看来地儿不简单。小吕，跟老田说一声，准备增援。好，知道怎么说吗？怎么说？北头还是你打吧，这小子废物一个。不是徐师傅，我的意思是照实说，还是对田队有所保留。照实说，都什么时候了？明白。喂，田队，我小吕。啊，对，我现在跟3位师傅在一块儿呢，他们让我跟您汇报一下。那个霞姐今天关了门没回家，刚才开着一辆车牌号为平 A3X3A0的车，正在往城西行进。我们现在在后边跟着呢。今天崔师傅去店里故意点了一下，警方正在找耗子，还从霞姐那儿发现了刚买的粮油水果和男士内裤，并且由此判断霞姐很有可能是去找耗子了。对，需要增援。啊，我刚才看了一下。城西咱们还没有排查过的区域和没有监控探头的区域，同时满足这2个条件的，只有宝康家园和晨晖小区。霞姐很有可能是去这2个地方了。也有可能往更远的郊区去。行，那我随时跟您通报。田队说现在马上带人往城西赶。我没说错什么吧？小吕，可以啊。棍子，咱仨就你脸生了。徐师傅这是，让他先去认认门，你通知老田过来吧。啊，我已经给他发过信息了。小吕，可以呀。
8号楼703。收到，待命。怎么着啊？等真远呀，咱仨就给办了得了。原地待命。棍子说的没错，不就一个耗子吗？咱不用等2天了吗？刚才田队说了，等他来了再行动。等他来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是啊，毕竟现在还不能确定耗子到底在不在这里头。要不，咱去探探。棍子，我们上来了啊！不是崔师傅、潘师傅，你们不能去啊！别忘了纪律啊！你就好好在车里守着，好好遵守你的纪律吧。哎呀，怎么又停电了呢？不知道呀，得是线路烧了，再看一下嘛。跳闸了吧？把闸合上就行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干什么？人呢？什么人呢？人，我不知道。谢东。哦。叫什么名字？说。杨伟，怎么抓了？不是说等我来了再行动吗？废什么话呀！楼上没收拾呢。来，接手。703，辛苦老3位了。当警察的就这会儿最痛快了。是啊，有日子没这种体验了啊。走吧，花那儿拱点。拱什么拱？我得赶紧回家，跟张华请个假。这个案子破了，庆祝一下。张华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办案子呢。我今天也不行，这不是前几天一直没着家吗？今天再回去晚的话，我得跪搓衣板。那你捎我啊，走，师傅们，那我就先跟田队他们上去了。行，今天表现不错，谢谢师傅。站住！你有几条命啊？啊？我问你有几条命？1条。你还知道你只有1条命啊？我以为你属猫的呢。长点记性，别动不动就往上冲。警校没教过你啊？先观察后行动。就你这样的，有9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。动脑子啊，长颈鹿！明白了，谢谢师傅。滚！哎。这孩子不错啊。你收我，真把我当车夫了。大崔、老徐、小白，3叉戟宝刀不老啊！过局过奖了，
是郭局和田队领导有方，专案组的各位同事配合得力，我们才能抓住耗子。行了，别来絮子了，坐。田队，说说情况吧。好。通过我们对嫌疑人耗子，也就是贾国勇的指纹采样，确认和杀害夏春生同志的凶器上留下的指纹一致。另外，我们在贾国勇的藏身地晨辉小区8号楼703室搜出了冰毒1公斤、自制土枪1把、子弹5发、管制刀具3把。经过我们连夜审讯，贾国勇对自己藏毒贩毒以及杀害夏春生同志的事实供认不讳。另外，他还供述了给他提供毒品的上线汤阿祥。通过我们的调查，这个汤阿祥就是整个案子的幕后主使。此人已经于5日前潜逃至儋州，我们已经向儋州警方发出了协查通报。专案组决定派崔铁军、徐国柱、潘江海3位同志前往儋州抓捕汤阿祥。怎么样，三叉戟，跑一趟儋州，把这个幕后主使带回来，善始善终，给整个案子画个圆满句号。感谢郭局的信任。别谢我，是老田提议让你们去的。请领导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很好，那等你们回来，给你们庆功。散会。谢谢。嗨，不用这么客气，老三位，我就是做个顺水人情。再说了，办案我们都得跟老三位多学着点儿，对吧？这儿给你一个好东西。什么呀？这能让老树发新芽，枯树再开花。